婚礼前1周，发现未婚夫给他前女友买了一套房。这里视野最好，以后就是我们的家。承泽，你对我真好。不是差点买，不是帮忙看，更不是借名，是全款。付款时间正好是我们去试婚纱那天下午。我盯着那张电子回单看了足足1分钟，心里居然一点都不乱，甚至有一种果然如此的平静。那天是周2晚上9点半，我刚洗完澡，坐在书房整理婚礼宾客名单。顾承泽在客厅洗水果，手机放在桌上充电。屏幕亮起的时候，我本来没想看，是银行短信自己弹了出来，备注栏里写着购房款。我目光停了一下，因为那张卡不是他的日常消费卡，是我们婚后打算用来做家庭备用金的卡。首付款是我和他各拿了一部分存进去的，后面陆续又添过几千，准备婚后再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而今天下午2点半，我们明明在婚纱店。我抬眼看向客厅，顾承泽正背对着我切橙子，白衬衫袖口挽到手肘，灯光打下来，背影一如既往的稳妥体面，让人觉得可靠。如果不是那条短信，我大概还会像以前很多次一样相信这个背影。我拿起手机，把短信截图发到自己微信，然后把通知栏清掉，手机原样放回去，动作很轻，心跳也不快。有时候一个人真正起疑，不会歇斯底里，你只是突然不想再问了，你想先看清楚。顾承泽端着水果进来的时候，我已经把宾客名单又往下拉了2行。怎么还在看这个？你不是最烦统计亲戚关系吗？快弄完了。吃一个。今今天累不累？不累。你下午几点去的公司来着3点左右。这么快？我记得我们从婚纱店出来都快3点了。路上给项目那边打了个电话，怎么了？没什么，随口问问。如果是以前，我大概就被这句话带过去了。可那天我没有，我只是看着他用牙签把橙子一块一块分好，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他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能把谎说得这么稳了？我和顾承泽认识5年，谈了3年。志薇，嫁给我好吗？订婚1年。我们是在一场品牌活动上认识的，那时候我在广告公司做策划，他在一家投资机构做项目经理。活动散场后，所有人都在交换名片，只有他递给我一瓶长本水。刚刚看你一直渴，别喝冰的了。那一瞬间，我确实有点心动。30岁的人了，早不是会因为一句你好漂亮就脸红的年纪，真正让人动心的，反而是这种细枝末节的体贴。后来他追我追得不算高调，但很稳，记得住我胃不好，从来不会逼我吃辣。你胃弱，吃点清淡的。知道我加班晚，总会提前把外卖送到公司楼下，默默等我下班。给你带了，趁热吃。我姨妈期肚子疼，她会一句废话不说，直接把热水袋灌好递给我，捂着会舒服点。最重要的是，她情绪一直很稳。我见过太多会说漂亮话的男人，嘴甜，会来事儿，热闹一阵就过去。顾程程不一样，他不夸张，不轻浮，做事也有分寸。那时候我甚至觉得，像他这样的人，跟谁结婚都不会太差。闺蜜李小小当时还说，我觉得你这次像是捡着宝了。我也以为是。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一个人真正靠不靠谱，不是看他能把日常做得多周到，是看他有秘密的时候，能把你瞒得多稳。第2天一早，我请了假。你今天不是要去公司提案？改下午了。别太累。门一关上，我立刻给做房产中介的大学同学打电话。你帮我查个房子。半小时后，他把楼盘信息发给我。这个盘最近确实有一套全款成交，女业主姓沈，怎么了？姓沈？我盯着那个字看了几秒。顾承泽的前女友叫沈瑶，他们谈过整整7年，大学毕业后还差点结婚。后来据说是因为女方家里嫌顾承泽那时候条件一般，逼着2人分了手。我们刚在一起那会儿，他提过一次，只说过去了。我也没深问，毕竟成年人谈恋爱，谁没点过去？可如果那个过去一直没过去，那就另说了。我给同学回了句谢谢，又翻出顾承泽以前发过的一些朋友圈，沈瑶这个名字已经很久没出现过，可仔细往前翻，我还是找到了一点的痕迹。去年秋天，顾承泽突然开始频繁去城西，说是有个项目在那边，沈瑶上班的医院也在城西。去年冬天，他有次半夜出去，说是投资人临时约饭，第2天回来，外套口袋里吊上过一张药店小票，上面买的是叶酸和维生素。你什么时候开始补这个了？同事托买的。我竟然信了。原来有些线索不是没有，是你以前太愿意相信一个人，
所以全都替他解释过去了。那天下午，我去了那个楼盘，销售听说我是来看样板间的，很热情，一路给我介绍户型和周边。前2天是不是刚成交了一套？妹，你消息挺灵啊！昨天签的一位沈小姐，全款，特别爽快。婚房啊？那倒不像是有人专门给她买的。签约那天，男方也在，长得还挺帅。我站在样板间落地窗前，忽然有点想笑。真行。婚礼前1周，他拿我们的共同储备款去给前女友买房。我低头看着自己手里的预约试装单，忽然觉得整件事荒唐的像个笑话。回去路上，顾承泽给我发来消息：下午结束了吗？晚上妈让我们回去吃饭。我盯着那句话，过了几秒，回了一个字：好。那顿饭吃得很热闹，他妈一边给我夹菜，一边算婚礼当天要做几桌亲戚。他爸喝了点酒，笑呵呵地说等婚礼办完就放心了。今天是不是有点累？顾承泽坐在我旁边替我挑鱼刺，我看着他，忽然觉得演技真是个好东西。一个人要是足够会演，你甚至会怀疑白天看到的一切是不是自己弄错了。饭吃到一半，他妈忽然提起一句：沈瑶前阵子不是回来了吗？听说她现在混得不太好。谁跟你说的？老张家儿媳妇不是在他们医院上班吗？那姑娘也是命不好，兜兜转转一圈，最后还不是一个人。我抬头正好看见顾承泽眼底一闪而过的异样，很轻，可还是被我看见了。那一瞬间，我连最后一点侥幸都没了。吃完饭回家，顾承泽去洗澡，我坐在床边，拿着他随手放在椅子上的西装外套，第一次认认真真翻了个遍。内袋里有一张停车票，地点就是那套房锁的小区，还有一张医院停车券，时间是上周五晚上。上周五他说在陪客户打高尔夫。我把这2张纸放到桌上，心里很静。人一旦彻底看清一件事，反而不会乱。我没有当晚摊牌，因为我知道到了这一步，和他争你到底爱谁，你为什么骗我，已经没有意义了。我要的不是一个解释，是结果。第2天，我先做了3件事。第一，去银行把我能冻结的那部分共同资金申请临时保护。第2，把婚礼相关付款记录和双方出资比例全部整理出来。第3，找律师。律师是黎笑笑介绍的，姓周，30多岁，干练得很。你是想继续结，还是想直接散？直接散。那就别浪费情绪，先把钱和损失算清楚。我把手机里的截图、转账记录、购房信息、酒店定金和婚礼一通一股脑发给他，他看得很快，几分钟后就给了结论。顾承泽给沈瑶买房的钱里，如果能证明有你共同投入那部分，你可以追偿。婚礼取消的损失也得按责任分。如果他不认呢？证据够就行。你想把这事闹大吗？不需要太大，但我要让他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明白了。从律所出来时，天很阴，像是要下雨。我坐进车里，给婚礼司师发了一条消息：婚礼流程有变，先别公开时间表。好的姐，是有什么调整吗？我盯着那行字回了一句：新郎可能要换。消息发出去之后，我自己都笑了。真到这一步，反而没那么难了。最难的是刚发现的时候，那一秒你承认自己挑错了人，剩下的无非是处理垃圾。顾承泽真正察觉不对是在第3天。那天晚上他回家，看到我坐在客厅，面前摊着一堆婚礼合同和账单，脸色微微变了变。你怎么突然整理这些？算账。算什么账？算你到底欠我多少。他站在原地，神情有一瞬间的凝固。可顾承泽到底是顾承泽，他很快又稳了下来，甚至还皱起眉，一副没听懂的样子。志威，你这几天到底怎么了？你先解释这个。他低头看了一眼，脸色终于真切的变了。空气安静了足足3秒。你查我账户！我差点笑出声。都这个时候了，他第一反应还是怪我查他。顾承泽，你拿我们的钱给你前女友买房，现在问我为什么查你账户？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他沉默了一会儿，像在迅速权衡说辞。他最近确实出了点事，家里逼得紧，工作也不顺，暂时没地方住，我只是帮他过渡一下。帮他过渡，用128万。房子以后可以再过户，可以算投资，也不是白送他。是吗？那你为什么不用你自己的卡，非要动我们那张卡？他被我问住了。那张卡里本来也有我的钱，可也有我的。我后面会补进去。什么时候补？等婚礼办完，还是等他把孩子生下来？这句话一出，他的表情彻底变了。你胡说什么？上周五晚上你在妇产医院停车，叶酸和维生素也是替同事买的。他脸上的血色一点点退下去，终于不装了。志威，你先冷静。我很冷静。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那你说？他张了张嘴，却没立刻说出话来。有些谎话就是这样，一旦被戳穿太多，后面就很难再圆了。沈瑶怀孕了，孩子是你的。是。其实已经猜到了，可真听见这句话，胃里还是像被人拧了一下。他还想再说什么，我抬手打断他。你们多久了？半年。也就是说，你一边跟我拍婚纱照，一边陪他做产检。志威，你别叫我名字，
我嫌恶心。他的脸彻底僵住了。我站起身，把桌上的文件一份份收回文件夹，动作很稳。婚礼取消。你别冲动，现在都到这一步了，双方家里、酒店、婚庆、亲戚朋友都知道，你说取消就取消？对，取消。你知不知道这会造成多大影响？我看着他，忽然笑了。你和沈瑶在一张床上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影响？我承认这件事是我不对，但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想要什么补偿，我们可以谈。补偿？房子的钱我会补，你这边的婚礼损失我也可以多承担，只要你别把事情闹太大。原来到了这个时候，他最怕的还不是对不起我，是怕闹大，是怕亲戚朋友知道，怕公司知道，怕别人知道他婚礼前1周把新娘扔在原地，转头去给前女友和肚子里的孩子买房。我看着他，忽然觉得特别清醒。有些男人不是不知道自己什么样，他只是觉得女人会替他兜底。顾承泽，你现在不是在跟我谈补偿，你是在花钱买你的脸。他脸色一下沉了。你一定要把话说这么难听？我还可以说得更难听。那你想怎么样？很简单，第一，婚礼取消；第二，共同账户划走的那笔钱你3天内补齐；第三，婚礼造成的全部损失责任你担；第四，我们之间到此为止。你疯了！婚礼还有5天，你现在取消，所有人都会怎么看我们？我不在乎怎么看，反正丢人的不是我。林之外，你别太过分。过分的是你。事情已经发生了，你闹成这样有意思吗？有，至少让你知道骗我有代价。我们对视了几秒，他大概终于意识到，这次我不是在发脾气，也不是等他哄，我是真的要掀桌子。他转过头，揉了揉眉心，像在忍着火。我妈那边怎么办？你自己解释。亲戚呢？你自己解释。酒店司仪婚庆谁去说？你自己解释。你做出来的烂事，别指望我替你收场。顾承泽气得摔门而出。那天晚上他一夜没回来，第二天一早，一通电话打来了。喂？志伟，你跟承泽闹什么呢？婚礼说取消就取消，你当过家家呢？阿姨，先问问您儿子做了什么？男人犯点错怎么了？都要结婚了，这时候闹，丢脸的是谁？你也知道是错的。我不管你们怎么回事，请帖发出去了，酒店排好了，临时取消，我们家以后怎么做人？那是你们家的事。什么叫我们家的事儿？你也是当事人。现在不是了，从您儿子拿我们的钱养别人开始就不是。林志威，你别给脸不要脸。我们家承泽条件多好，长得也不差。你31了，婚都熟散了，你以为你还能挑？又来了，31岁订过婚就该降低底线。阿姨，像您儿子这种货色，我就算单身到60也不会回收。你们好，你们打上来了。退订婚宴、退礼服、退酒店，每一项都有人问我确定吗？确定。你现在这状态怎么了？像刚从急诊出来，但精神特别好。顾承泽给我发消息了，句句都透着熟悉，不是反省，是控场。你怎么回的？我说滚。你真一点都不想留？留什么？你之前不是挺满意的吗？说断就断，没一点舍不得。舍不得的是我以为的那个人，现在这个不是。那就算了。志威，婚礼真不办了？你们吵架了？不是吵架，那他不值得结。那就不结，别委屈自己。知道了，妈。饿了吗？不，别委屈自己。
退了就退了，天塌不下来。知道了。你爸把房间收拾好了，回来慢慢弄。好。婚礼取消是对的。你不问我是不是冲动了？婚礼前敢这样，结了婚会更过分。你能在这时候停下来，不是冲动，是脑子清楚。爸，你比我想的还清醒。哼，废话，你爸年轻时也是见过世面的。少贫，没有人教我顾全大局，没有人提醒我年纪不小了，就这一顿饭，踏实。没必要。聊5分钟，你就算判我死刑，也让我把话说完。说，我和沈瑶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最开始只是可怜她，可怜到上床，那次是意外，意外到怀孕，人都会犯错，所以你犯错，我负责收场。我没这么说，我只是觉得我们走到今天不容易。这位，听我说2句。没什么好说的，就因为这一件事。一件事，顾承泽，你到现在还没弄明白是吗？不是出轨的问题，你一边出轨，一边还打算把我娶回去。如果我没发现，你是不是准备婚礼照办，房子照送，孩子照生，然后让我一辈子活在你编好的谎里？沉默就是答案了。你走吧，别再找我了。我可以补偿你，房子的钱我补回去，婚礼损失我全担，你要是不解气，我再多给。你听好了，我不是嫁不出去，也不是离了你就活不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现在给我的任何钱不叫补偿，叫赎罪。可惜，我不接受这个原谅。他这时候来，不是舍不得，是第一次发现，有些女人真的不会回头。一杯美式。对不起，但我和承泽是真心的。所以呢？我们本来没想伤害你，是事情走到这一步已经没办法了。没办法什么？没办法不？没办法不拿我的钱买房，还是没办法不在我婚礼前怀上孩子？房子的事，我会想办法补。你补不起。我可以，而且我也不需要你补。我知道你恨我。我不恨你，因为你不值得我恨。沈小姐，你和顾承泽怎么过是你们的事，但从今天开始，你最好劝他按时把该赔的赔了。什么意思？取消婚礼的损失7万多，否则不只是取消婚礼这么简单。你一点都不难过吗？我难过过。那现在呢？现在更庆幸。庆幸什么？庆幸婚礼还没开始。原来一个人真的可以在感情里说停就停，前提是你得先知道什么比圆满更重要。志威，能单独说2句吗？说吧。我和沈瑶分了，孩子没留住，她也走了。哦。志威，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想，我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想明白了吗？我以前总觉得你不会真走。是啊，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做的烂，他只是笃定我不会走。顾承泽，想清楚了告诉我，不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走到今天，是你自己为什么这样。有事？志威，站那说。我知道我当时做错了，我后悔了。后悔什么？后悔失去你。顾承泽，你搞错了。我没有。你不是后悔失去我，你是后悔我没忍着恶心把婚结了。不是这样的。是。你要真在乎过我，就不会把我推进那个局。你现在来找我，不是想弥补，是因为你发现，原来我真的可以不要你。你现在这样，挺掉价的。走吧，回家吃饭。他是来求和的。晚了。你们俩比我还绝。婚礼前都敢那样，结了婚还得了？
幸亏没结。是啊，幸亏没结。追讨程序已正式启动，对方名下资产已冻结2处。时间线呢？最快6周。你当初先的早，省了很多麻烦。走，去吃火锅。我就说男人这玩意儿，婚前发现比婚后发现划算。这话你可以做成横幅挂我家门口。不过说真的，你这次狠得挺漂亮。漂亮吗？漂亮，因为你没给任何人再想想的机会。原来这就是放下的感觉，不是痛到麻木，是真的不疼了。起来啦。睡得挺好。脸色不错。顾承泽那边、律师那边都走完了，收尾了，钱补回来了，婚庆那边也结清了。行。这几天没哭过啊？哭过一次。什么时候？你那天说别委屈自己的时候。你今天气色有点吓人。怎么个吓人法？精神太好了，不像刚退婚的人。那应该像什么样？至少得有2个黑眼圈吧。小小，我问你个事儿。说。你觉得一个人替别人的错误买单正常吗？不正常。我以前觉得正常。什么意思？我一直以为感情里出了问题，2个人都有责任，所以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好，是不是我忽略了什么？他出轨跟你没关系。我现在也这么觉得了，他做的事儿是他的事儿，我没必要替他觉得对不起自己。你现在想通了？那就好。不是所有的烂摊子都该我来收，他的垃圾他自己扛。今年最佳项目经理林之威。之威，你今年像换了个人。大概是少了点拖后腿的东西。我说的是真话。你现在还相信婚姻吗？相信啊。真的？那你还敢结？敢。就这么简单。但那个男的得先过我自己这一关。你现在这样真挺好，不是挺好，是终于正常了。走，进场了。今天谢谢你来，你高兴就行。你一个人回去没事吧？我又不是第一次，我是认真问，真没事儿，去陪你家先生吧。陆衍之。好久不见。陆衍之还认得出来？变化不小。出国7年，总得变一点。你也来参加巧巧的婚礼？他发请柬给我，我刚落地就赶过来了。那时候他就是这样，不多说一个字。你现在在哪家公司？项目部，刚拿了年度奖项。意料之中。你回来时接家里的盘子，联合资本正式开始运营。城西这边竞争不小。我知道。号码换了吗？你还存着？发过一条消息，没回。那时候换号了。我猜到了。
你打算在城西长待？看情况，也看有没有值得留下来的理由。有空联系。等很久了。刚到。听说你最近在做新项目，消息挺快，业内传的，不是我打听。供应链这块在重新梳理。哪个环节？仓储到终端，中间断了2节。难搞。还好，慢慢来。你还是喝美式？习惯了。以前你说美式太苦，后来就喝惯了。你现在团队多少人？核心的7个。不多。够用。你向来这样，够用就行。你呢？眼核最近在布哪块？消费品往下沉。下沉难，用户心智不好建，所以才有意思。最近睡得好吗？还行。你问这个做什么？就问问。比以前好。时间差不多了。下次约个饭。看时间。陆言之，他见他为什么不说？你看到了吗？他见陆衍之，他不回消息，他在等什么？还是他已经想好了？问出来，问题问出就是想要一个答案，但有些答案，他其实早就知道。对手方名单出来了，顾承泽，你看到了？看到了，要不要跟上面说一声？说什么？你们毕竟私事是私事，项目是项目。林总，对方刚刚发来邀约，回复他。怎么回？一切按流程走。你以为见一面就能乱我的阵调？顾总，对方回了。怎么说？按流程走。你躲得了流程，躲不了见面。好久不见，顾总。还叫顾总？累了吧？这种场合不累。志威，我们顾总，今晚是商务场合。对，商务场合，那就当叙叙旧。顾总叙旧，找错人了。林总，眼核资本的陆总到了。来晚了。刚好。陆总，久仰。顾总。志威，再喝一杯。他今晚不喝红酒。陆总很了解林总。凑巧。本次竞标最终结果现在宣布：城西明远科技团队综合评分第一。赢了，先别动。补充宣布，眼核集团宣布以战略合作方身份全额注资城西明远科技团队本次竞标项目。这什么意思啊？
你们什么关系？竞标结果已宣布。我问的不是这个。顾先生有异议，流程不对。流程没问题。临时注资影响评分公正。注资在结果公布之后。你跟他什么关系？顾先生，这不在议程里。林之威，我的人不需要你过问。恭喜，恭喜你才对。我有个问题。说。你们眼合为什么投这个项目？项目本身值得投。就这一个原因？数据我看过，回报率稳，风险可控。陆总，我问的不是数据。项目是真的好。但我盯着这个项目比别人早了3个月，那时候你已经在做尽调了。他知道，他一直知道。所以你是因为我？不全是。哪一半是？项目是项目的理由，你是我的理由。你知道这样说很麻烦。对。我没打算让你欠我什么。那你想要什么？让你知道，有人在这里。陆远之。如果我不需要有人保护呢？我知道你不需要。那你还保护你是我的事，跟你需不需要没关系。他说的太直了，直得我不知道怎么接。竞标结果出来3天了，损失的不只是这个项目。我知道。其实方案本身没问题。方案没问题，那问题在哪儿？上面的意思要你写一份说明。写说明？对，竞标前2周你的时间分配、对手方的信息研判都要说清楚。你注意到没有？竞标前那几天他人根本不在状态。少说2句。我不是乱说，方案推演那次他中途接了个电话出去，回来就回。陈峰，我就是说这次不远。听说他最近私生活挺乱的。写了多少？刚开始。要不要我帮你理一下思路？程泽，这次的事儿其实也不全是你的问题。是吗？明远那边的方案提交时间比我们预估的早了整整4天。你什么意思？我只是说，有些事情值得查一查。他在把矛头指向知薇。你这儿还是老样子。有事说事。他最近不理我。谁？你知道我说谁？上周开始发消息不回，吃饭不叫我。昨晚我去找他，他说在忙。然后呢？你能不能帮我说一句？你们认识那么久，他听你的。我不听。你，他什么时候听过谁的？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你自己知道的。什么意思？当时你怎么选的，现在就怎么过。你是在怪我？没有。那你这话，这是你选的路，你就不能说一句软话？算了，回去想清楚。不是不心软，只是心软救不了他。志薇，来，不用拘谨。谢谢陆阿姨。听说这次城西那个项目是你拿下来的，运气好，时机对。运气？演示说你一个人做完了整套方案，团队的事。谦虚。志薇，你家里是做什么的？我父亲退休了，
以前在学校。老师啊，清静，那你一个人在城西打拼不容易。还好，年轻人能吃苦是好事。这句话后面还有半句，只是衍之这边责任重，不比旁人。陆阿姨说的对，所以我也不会让她分心。哦，她该做的事我不会拦，我该做的事也不需要她撑着。你学的什么专业？金融，后来读了1年法律。法律也读过，觉得有用就读了。倒是想得周全。你跟衍之认识多久了？妈，我问他呢。不算太久，但够了解。是个有主意的孩子。先生，这里不能久留，我就蹲一会儿。已经1个多小时了。我认识里面的住户。认识也不行，您这状态……叫他下来，叫林之卫下来。先生，我没权限通知户户。你就说顾成金在门口，他会下来的。哟，来接人。你喝了多少？关你什么事儿？瓶子都空了，还在这儿蹲着。我找之威有话说。他不会下来。你怎么知道？因为我让他不用下来。放手！你现在这状态，门都进不去。他欠我一个说法。他不欠你任何东西。顾承泽，你们已经分手了，你们之间没有说法这回事了。你算什么东西？车在那边，我送你走。我不需要你。你再蹲在这里，我明天让法务发律师函，骚扰罪名，够你喝一壶。以后别来了。听说林之威最近攀上陆家了，项目都是靠关系拿的吧？真的假的？陆家那种层次，他怎么搭上的？我也听说了，上次那个眼河的标，好像就是走的内部路子。你们看群里了吗？顾正泽发的那条，他跟林之威不是前任吗？所以嘛，说不定是吃醋。也不一定是假的。他那个方案我见过，水平是有的，有水平也架不住有靠山。怎么了？你自己看。看完了，就这反应？他能说什么？我都想得到。那也不能让他这么传。管什么？跟他在群里对线，他越急越说明他心里有数。我去群里说几句。别。为什么？时候不到。顾承泽，你把这张牌打出来，就别怪我接着走。就他靠关系进来的，能讲什么？这是 A3 商业综合体项目，18个月周期，最终落地数据。方案迭代记录共31版，31版，每一版都有客户批注和修改依据，不是关系，是记录。志威，把 B7那个数据也调出来。这2个项目是我亲自签的合同，谁有质疑，现在说。数据就是数据。赢了。顾总，有人找。你是？陆衍之先生委托，律师函，请签收。这算什么？侵权认定3条：散布不实信息，损害当事人商业声誉，拒不删除后果。我就在群里说了几句话，截图以公证，发布时间、内容、传播范围都在附件里。陆衍之，他亲自发的。48小时内删除，并在同一群发布致歉声明，否则法院见。你早就准备好那些数据了？准备了1周。顾承泽那边律师函的事你知道了？陆衍之的事，他自己决定的。你没让他出手？我今天自己出手了。行，那我就等着看顾承泽发那条道歉声明。
经过公司综合考评，项目实教核验，即日起任命林之威为项目中心主任，全面统筹城西片区所有在建项目。前段时间行业里的流言蜚语，今天就此打住，实力摆在台面上，闲话不攻自破。出来了，方总刚才说什么？升了。什么？主任级，下周正式公告。我就说嘛，那帮人说你靠关系，现在呢？吃饭去。林顾问，有人送花。你别动。谁送的？帮我放办公室。名字都没看见。看见了。那是谁？吃饭。陆衍之这个人，你怎么看他？合作方，就这，还能怎样？他送花，你连谢都不谢一声。谢了，然后呢？什么意思？距离近了，事情就复杂了。碰巧，花收到了。收到了。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这个项目不容易。知道。恭喜林主任，终于熬出头了。不过是换了个位置干活而已，你生起来。你心态也太好吧？顾城在背后嚼舌根，换别人早气炸了。与其争辩，不如把事做好。他越想打乱我的节奏，我越要走得稳稳当当。可他那个人心胸狭隘，指不定还会搞小动作。兵来将挡，我现在手里有实践，又没什么好怕的。升职快乐，晚上有空吗？简单吃个饭。晚点。陆总又来邀约啦，人家可是实打实站在你这边。别打趣了，还有一堆工作要处理。陆总，听说了吗？林之威升职了，现在是我们直属领导。我看见了，之前群里的言论，那边的律师函还盯着呢。48小时期限快到了，你让我给他道歉，不可能！可公证、截图、传播证据都齐全了，拒不道歉，真要闹到法院，对你影响太大了。你现在本就处境艰难。我再想想，当初若是安分守己，如今站在这里的人本该是我。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你每次升职都跑天台，观察的挺仔细。12年了，仔细一点不过分。陆远之，我知道你想说别这样，我不绕了。我喜欢你，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我知道。那你知道我等了多久？我刚离婚不到半年。我现在的状态不适合谈感情。对，我需要时间。我等了12年，不差这几个月。12年，他说的那么轻，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你就不怕我一直没想好？怕，但那是我的事。你这个人怎么了？没什么，都凉了。下去吧，我让人重新冲一杯。12年，他等得住，我呢？挪用客户备资金，核查结果出来了。我只是临时周转，32万，不是临时。顾先生，这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可不可以内部处理？不可以。公司那边我出来了。什么意思？被开了，财务的事儿查出来了。多少？32万。你跟我说这个是要我帮你还？瑶瑶，我现在……顾承泽，我们之间到这儿吧。就因为这个？不只是这个，早该放手了。我以为还有退路的。胭脂，
我有点急事，就是钱的事儿。多少？32万。为什么是我？别人不好开口。银行呢？信用记录有点问题。挪用备资金的事，我知道了。那是临时的，我会还。你来找我借，是打算用来还公司？对。顾承泽，你清楚吗？你挪的那笔钱是客户的。我知道，所以我才要还。你知道，你知道，但你还是干了。我现在不是来认错的，我就是借钱。不借。尹之，我听清楚了，就32万，你又不是出不起。出不出得起，不是重点。我真的没地方去了。你欠的不是钱。什么意思？是做人的底线。他说的是，你也要审判我？我没那闲工夫。门是虚掩的。顾承泽挪用的128万婚后备用金，加上婚礼违约赔偿金与损失补偿，总计145万，今日已全额到账，所有债权债务正式。他凑齐钱不容易吧？听对接了名下法务说，台代步车又向远房亲戚接驾了一部分，东拼西凑才补上缺口。现在名下已经没有任何可变现资产了，钱两清了，恩怨也到此为止，不用再跟进了。明白。之前诽谤的律师函，对方最差是在还是行业群发布了公开致歉声明，按照约定，此事彻底收尾。别喝了，承泽，再喝身体扛不住。32万的窟窿，光喝酒解决不了问题。解决？我能怎么解决？工作没了，沈瑶走了，亲戚朋友都躲着我。实在不行，他心肠100场，未必会见死不救。我没脸去找他，当初是我背叛他，是我亲手切化也毁掉，现在落魄了再上门求助，和乞丐有什么区别？都到这份上了，还讲什么脸面？债要是逾期，后续还要吃官司。脸面，我早就没有了。当初在婚礼前夕出轨，挪用共同资产，到处散布他的谣言，我做的那些事，哪一件值得别人原谅？刚才那条裙子你真不要，不适合我，明明挺好看的。志威，有事？钱我都还清了。我知道了。志威，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每一天都在后悔。后悔是你的事，我已经往前走了。我还能再和你做朋友吗？做不到了，我们之间隔着太多伤害，相忘于江湖，对彼此都好。早该这样了。你今天哪里不对？你自己看。真的？哭什么？我自己都没哭。谁哭了？我老公说生下来，他倒是干脆。我之前一直觉得时机不对，总想再等等。后来发现等来等去其实是自己怕。你在想什么？没什么，说。就是你说的那个怕，我有点懂。怕什么？怕再信一次，又是一场白费。李潇潇说，等来等去是因为怕。那我呢？我在等什么？
我在家。下午好。这么早就来了？有件事想当面跟你说，公司那边的项目已经收尾了，接下来我想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你。好。还记得这棵树吗？当然记得。当年跟你做同桌，想说的话一直没说出口。现在说也不晚。你怎么知道这里？你说过。我什么时候说的？去年10月，你喝了点酒，说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海边。你都记着。风大，冷不冷？买。丑。你刚才看了快1分钟。研究它哪里丑？今天有什么安排？没有。那就这样走。你是不是提前查过这里？查过。查了什么？哪里的鱼最新鲜？住哪里看海最近？就这些。还有，今天几点日落？1年了。感觉没那么长，也没那么短。昨晚睡得怎么样？还行。说谎。有点早醒。林之卫，跟我结婚。你想清楚了？想了1年了。我对婚姻阴影。不是矫情，是真的怕。你确定能接受一个对婚姻有过阴影的人？我不是来治愈你的，也不是来证明什么的，我就是想陪你。怕就怕着，我在旁边。你知道我怕什么吗？说说。不是怕受伤。那是怕什么？怕又习惯了一个人。然后呢？然后又要重新学着不习惯。你干嘛？我不是来治愈你的，那些阴影不是我能替你消掉的。他知道。我是来陪你过以后的日子的。以后是多久？就是以后。我不好哄。我知道。我脾气不好。我还没完全好。我也没说要你现在就好。
我答应你。就这款好看，字体太花哨。你这人挑剔。林小姐，这是你选的色系。这个换掉白玫瑰，换成什么？满天星就好。紫薇，你认识这人吗？发消息问问他。问什么？问顾承泽去哪儿了？走了就走了，这座城市从此和他没关系了。挺好的。不哭，装花了。那你别哭。好，不哭。完美，绝了！花选的不错，我盯了3天，你就说这个。这一天比想象中来得慢，也来得稳。好了，走吧。紧张吗？还好。腰挺直，走慢点。我知道。这次爸放心了。不怕。我知道。眼睛红了。没有。有。林小姐，您的誓词。我曾经觉得婚姻是一场赌注，赌对方不会离开。后来我想明白了，我相信婚姻，是因为我先相信了自己。说完了。说完了。那轮到我了。我没带稿子，我就一句话：你相信你自己，我也相信你。